这2年，我一直关注台海这个军事形势。现在从中共的这个周边的军事形势来看，打印度没有意思，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那么跟日本打，他没有把握，日本非常强，这个150架 F-35，包括他的这个你别看日本吧，就是闷不声声的，他有和平宪章约束他吧。但是我一开始认为，日本协防台湾，他不公开说协防台湾，他只要隐形参战就行了。因为台湾有事，日本肯定不安全。这个事情，日本的政府。社会老百姓也有个共同的认识，这个是肯定的。台湾被中共拿去以后，日本危在旦夕。台湾拿走以后，第一岛链整个的巴士海峡这块封锁以后，日本的能源、物资进口都是处于瘫痪状态，所以日本是不可能看着台湾被中共拿下的。中共在东海跟日本打，日本这个国家他要全力以赴的话，中共拿不下他。这是东海。我刚才前面讲的这个南海它根本就没有胜算，对吧？那么东海没有胜算，南海没有胜算，中印边界打没有意思。那么它唯一的目标就是台湾。打台湾，我们从中共的这个军事规模和实力来说，有2种情况。第一个，我有时候看看台湾的一些媒体，有一种说法不准确，对吧？中共如果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登上台湾的，他是有这个能力的。我们不说别的，他不惜一切代价，他沿海11个省市，他有几万条海上预备役，这个几千几万条船往这里开，你真受不了的啊！就是中共登陆台湾，他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不要认为他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呢，第二个意思就是，在美日联军协防的情况下，中共就是登上了台湾岛，他也打不赢。为什么呢？你比如说72军、73军就登上了台湾岛，那美日把台湾海峡一封锁，你的后继兵力上不来，你那2个军在台湾岛就是死路一条，就是第2个古林头，对吧？古林头战役，台湾朋友们都比较清楚，对吧？他当时那么近的距离。就是金门那么近的距离啊，10几20公里，几十公里。他因为天气原因，他后续兵力上不来，他导致了9000人完蛋。这是一个。如果说打台湾岛、打台湾海峡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天然屏障。那么我们从这一次美军的这一段时间来，美日联军的演习是什么动作？美日的联军，你比如说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日本的陆上自卫队，海战要他们参加干什么？实际上，他们以关岛为中心，把整个的美军的小兵力分散在各个小岛上。一旦中共登上台湾岛，他们会反登陆，就像当年这个。金日成打南韩的时候，好吧，美军、联合国军仁川登陆，把切开。啊，我相信，中共要是打台湾，登上台湾岛，他也占领不了台湾岛，因为美日联军会把它打掉，同时就是台湾海峡封锁。中共打台湾。最大的一个要素就是要控制台湾海峡，但是台湾海峡它控制不了，远程打击在这里，
美军的远程打击，美日联军的 F-35，包括它的这个丈夫式导弹，中共的军舰，你一开始突袭过来了，你比如说中共玩的手段就是突然袭击，突然一下子你变演习变实战，好，你登上来了。为什么我刚才讲美日现在把兵力前置，增快它的反应速度？我们过去说，美军一直待在关岛或者待在日本的一些基地，来不及。但是美日联军现在基本上兵力前置，它就是要防止中共登陆台湾岛。所以说，为什么中共不打台湾？他最担心的是，他登上了岛，他也打不赢。所以，我在看台湾的朋友们有些发言的时候呢，就是也不要一味的说啊，老共就没有可能登陆台湾岛，不是这样的。他们最担心的是，一旦登上台湾岛，他的后续兵力上不来，他的一个军两个军就包饺子就给美日联军给包掉了。这个观念要改变，因为中共登陆台湾，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因为他不惜一切代价。是，那刚刚我觉得也请教一下我们中校，所以那种所谓的我们刚刚吴同学说打几颗飞弹甚至核弹就把台湾都把它弥平，都打平，这种状况我不知道，就您之前在军中的这种氛围会吗？这有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吗？首先我讲，中共没有谁敢向台湾放核武器，这一点肯定是他们不敢，没有人有那么大胆子，这是一个。第二个，其实呢，习近平就是想打台湾，就是习近平一个人的意思。他为了连任，他为了控制军权，他一个人的意思。中共军队现在有这么个情况。我们以前在部队的时候是这样的，它的程式是这样的。你比如说，中央军委要打台湾，那么这个任务首先下到这个国防大学和军事科学院，它的这个战略研究部，他们叫战略研究部，他们要这个认真算一算战损，算一算它的成功率。他们现在一算，根本就没有胜算，所以他们的意见就是没办法打，不能打。那么反过来到这个就是军种的这个战略研究部门，这个军种的战略研究部门都在军种的指挥学院，都有战略研究部门。他们做完这个认证以后，也认为打台湾没保。所以现在这两天大家也看到啊，中共的外交部啊，这个什么战狼啊，包括有什么侯锡进呐，什么王宏光呐，包括什么李毅，你刚才讲的，他们都在打口号，他们不了解军事，他们现在讲出这句话就对军队很反感。我别的军队我不了解，我对海军太熟了。海军根本就没有打台湾的这个打算，不仅仅现在没有打算，中共打台湾，就是习近平上来之前，也没有明确的要武统台湾、登陆台湾岛、强行登陆，没有。他们的方法是什么呢？通过封锁。80年代中期制定了丰台预案。丰台作战预案，丰台作战预案是台湾两头在外，能源进口、产品出口，台湾把它封锁起来，导致它的经济崩溃，社会动乱，政党轮替，然后，比如说，亲共的人上台，一国两制，是吧？然后，他们中共会在台湾搞什么台人治台。也会给你们很多的好处，因为中共这么大个庞大的经济体，想给你们一点好处没有问题，这样子笼络人心。这样的话，
达到统一的目的。它甚至比香港的政策还优惠，台湾可以保持军队。但是这种现象，大家就看看香港的结果是什么样的。一国两制，现在都是一国一制，中共根本就不是说允许你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么一个独裁统治，允许一个自由民主的一个政府在这个地方，不允许。香港它都不允许，何况台湾。所以我今天讲了一句话，就是台湾的安危在军事上没有，目前看没有多大问题。有美日，有全世界各个国家对你们的支持和协防，没有问题。台湾的危险在于你们内部。我最近也看到了，台湾有很多的这个亲共的人，是吧？好，包括这个向这个中共提供情报什么的啊，我以前在视频里做过。美国为什么不卖 F-35给台湾？这个是肯定的。第二个，我在海军的时候，我们人手一个小册子，我的小册子里面，台湾军队排以上的军官的花名册我都有，包括你们飞行员的代号，各个人都有，因为你一起飞一念代号，大陆方面就知道，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谁都知道，太透明了。台湾军队里面以前国民党培养的一些将军们，这是台湾最大的危险。危险在什么地方呢？危险在一旦中共要动武的时候，有一个内应外合的问题，堡垒从内部攻破。我今天呢，就在这个台湾这个媒体上呢，我就是呼吁一下，啊，台湾，包括国民党，包括一些亲共的人，你们真的不要去相信共产党。你看看香港是什么样子，你根本就不用相信他啊！国民党2次跟中共、国共合作，2次都吃了大亏，对吧？目前香港搞成这个程度，一国两制已经不可信的情况下，你们还在这里亲共，这真的是不应该。当然，台湾是一个民主制度，对吧？允许大家说一句话，但是有一点，我提出啊，一旦战争爆发，台湾你们得实行军管，不能让他们胡说八道。军管里面那是军事管制的时候，就跟民主那有区别的，对吧？言论上也要控制，行动上也要控制它。你比如说，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政府干的什么？把日本的侨民集中的关起来，当然给饭给的吃，生活很好，就是不让他们做一些在战时做一些危害美国的事情。那么台湾就是说，我认为你们也应该有一个叫战时管制状态，这个方案要立出来。台湾的危险，其实现在从事态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军事方面的东西，以及军事方面的威胁已经大大降低。我刚才讲，中共根本没有办法打台湾，打了他也打不赢，他跟上去他都打不赢。这是军事上大家放心，而且台湾这些年来，这个军事装备发展的非常好，啊，美国台湾要什么，美国基本上卖什么，而且美日都是政策已经清晰化了，清晰的不得了，所以在军事上，大家也不是说马放南山要松口气啊，就是说危险性很小，但是你们的危险来自于你们的内部。一旦里应外合，你比如说军队哗变控制了一个港口，老共就从这个港口一上来，里应外合，你真的不好办。所以台湾的危险来自于他们的内部。